小马克思对中国的承诺还没过多久便反悔了，将于近日与美日等国在菲律宾海域举行联合演习，打出的口号是针对来自中国的侵略性压力。大家好，我是肖运华。很多人都清楚，在菲律宾政府同意新设4个美军基地后，中菲关系一度紧张起来。但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，他已经向中国承诺，美国不能利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对中国采取进攻性行动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小马克思对中国的承诺没过多久，转瞬之间，菲律宾政府又露出了狼的尾巴。根据媒体报道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声称，将于6月1号到7号，也就是从今天开始，和美国、日本在菲律宾海域举行联合演习。为此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打出的口号是，这次演习是针对来自中国的侵略性压力。首先，海岸警卫队简称海警，其特殊性堪称准军事部队，因此美日菲3国海警部队在菲律宾海域举行演习，这背后针对中国的信号已经非常明显。其次，菲律宾海警明确表示，这是一场针对中国的联合演习，这种强烈的敌视信号完全不加以修饰。由此可见，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对中国的承诺根本毫无诚意，因为话可以说得好听，但行动做不了假。菲律宾说一套做一套的行事风格，这跟美国是一模一样的。从这件事情来看，我们可以发现，菲律宾本质上依旧是对中国充满敌意，并且这个邻国和我们中国在南海又有着领土与利益的冲突。除此之外，菲律宾这个国家存在天然的亲美属性，曾经被美国殖民统治几十年，其国家体制以及军队建设都是美国一手搭建出来的，无论是军政还是民间，都有着大量亲美基础。所以说，中美博弈的大环境下，我认为想要拉拢菲律宾是很困难的，甚至让其保持中立都很难。以当前种种迹象来看，菲律宾在小马克思的带领下，大概率会全面倒向美国，未来将沦为与日韩等国一样的狗腿子。或许有人会认为那是菲律宾军方在挑事，未必是小马克思的初衷。不过站在中国的角度看，这都是菲律宾的国家行为，对中国的威胁也是实实在在的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中国只能以实力说话，让菲律宾不敢轻举妄动。比如，我国可以把南海的黄岩岛打造成一个永不沉没的航母，必要时甚至可以在黄岩岛上陆驻部队或者部署武器装备。当然，只用武力威慑手段并不够，还可以采取经济制裁的手段给菲律宾提个醒。要知道，中国是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，第1大进口来源地以及第3大出口市场。我国在贸易领域有着天然的优势，那么完全可以利用这个优势。一旦菲律宾这届政府的治理越来越差，相信菲律宾人民也会对小马克思政府怨声载道，到时候就看小马克思会是什么下场了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